大家好，我係零心仔職陳，好高興見到大家。好，今日咧就會係文石呢一部 Page 嘅開箱同埋規格分析嘅影片，另外都係咧屬於 Page 專屬磁吸套嘅介紹。咁我希望咧呢一段影片咧就能夠讓到你如果係尋找緊呢一啲細尺寸嘅機6寸至7寸左右以輕巧便攜為主嘅，我應唔應該揀 Page 呢一部呢？定係可能係佢上一代 Lift 2甚至可能咧係6寸嘅 Poke 5咧？咁希望呢段片咧能夠讓到你睇完之後能夠獲得一個答案，亦都可以了解到咧呢一部新機佢嘅質感係點樣。開始之前咧，先賣自家嘅廣告。如果你咧係喜歡呢一類 E Ink 產品嘅開箱教學評測嘅話，誠邀你訂閱我嘅頻道。另外，如果你咧係支持我繼續去製作影片嘅話，歡迎咧 Buy Me a Coffee 或者咧係透過 YouTube 嘅 Super Fans 嗰度咧贊助我，我真誠地感謝你。好，進入正題，去片。好，大家眼前咧就會見到文石呢一部新機 Page 嘅盒啦。先開封套，同 Tab 系列唔同啊。Tab 系列咧佢哋嘅口號係 Make a Difference， 走翻閱讀起呢條線嘅 Page 咧，咁啊去翻個老傳統啊。佢一句 Light up a tablet，unlike any tablet， 同埋咧有嗰個型號嘅食刻喺呢度。去到背後咧都係你會見到各國語言嘅規格。特色嘅標記，咁見到呢度係 2A， 同 Tab 系列嘅 3A 唔同啊。嗰邊咧充電速度會快啲，黑色型號係 Page。好，退去呢個嘅封套，正中有 Bose 嘅品牌名。好，開啦。好 Page 嘅真身，哇，成個感覺黑得好徹底啊！摸上手第一下唔算重。但亦都冇咧，我部白色 Lift 2咁輕嘅，第一下稱上手都感受到嘅。陣間再同大家介紹。好，睇睇有啲咩配件啦。充電線啦，咁黑色機身啦，配嘅都可想而知啊，係黑色嘅原裝充電線。好，取卡針，快速說明書有啲變化喎，佢釘裝成一本小冊子，唔似咧之前嗰啲咧係咁樣拉開，好似咧一把接線咁樣。有興趣嘅自己撳停睇啦。同埋呢次個快速說明書咧大本咗啊。好呢個係中文嘅，繼續係一樣嘅安全使用指南。好，保修卡 Page 嘅配件就係咁多啦。先除去個封膠。第一下咧正面蓋板呢一度，即係我想展示嘅就係呢一部 Page 咧，佢正面蓋板嘅部分咧，同 Tab Mini C 一樣係有一個微晶石刻嘅處理。呢一個防眩光你見到咧，我其實響我嘅正前上方嗰度咧有盞白色嘅廳燈咧射落嚟，其實都幾耀眼嘅。喺呢度你會見到咧嗰個光暈咧係化開，咁呢個咧係嗰個防眩光嘅處理。正面都係黑色嘅邊框啦，三邊有右側粗。咁佢同 Lift 2嗰個系列唔同嘅地方就係咧，佢放左側，佢又放咗右側嘅。但係呢度要特別提一提啊，兩部嘅尺寸咧其實係一樣嘅，所以其實 Lift 2嗰個保護套咧 Page 咧係可以用嘅，而 Page 今代咧專屬嘅嗰個磁吸套咧 Lift 2係用唔到嘅。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好簡單做個比對俾大家了解啊。四邊呢個位置咧 Page 同 Tab Mini C 一樣咧，都係個蓋板嵌入去，咁個邊框呢個位置咧係比個正面蓋板略高。不過咧佢呢個位置你手呢度咧會摸到係雖然凸起咗，但係咧就冇 Mini C 嗰個刮手感嘅。咁係好事嚟，因為 Mini C 咧我上次短片咧都有講到刮手感咧都明顯嘅，呢一個唔會。睇嚟佢呢度咧有一個打磨，左側冇任何嘅按鍵，上方少見地冇任何嘅按鍵，因為平時文石啲機咧個 power 掣喺上方噶嘛，呢一度唔係。轉咗去邊呢？轉咗去下方嘅右側，同樣有指示燈嘅，好少見嘅設計啊！下方嘅 power 掣，而基本上咧 Page 嘅所有主要按鍵都放喺右側。雙喇叭有立體聲嘅，另外呢度咧係 TF 卡槽，呢一度咧係充電嘅 Type C 頭。呢一個按鍵佈局咧就正好同 Lift 2係相反。Lift 2係底部叉電 ，Page 咧就喺上方。卡槽咧係傾向上方咧 ，Lift 2就傾向下方，係完全相反咗。坦白講啊，即係其實咧就係將 Lift 2咧轉成呢個方向，其實就係 Page 喺模具上，你見到 Power 掣同埋呢一度嘅佈局係一樣。為文石有啲懶喎，咁你就唔好將 Page 開新一條線啦。係啦，雖然係同 Lift 2變咗係有啲新鮮感，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將個模具翻一翻個角度啫喎。同樣嘅模具，咁啊難怪咧保護套係能夠通用啊。唔同嘅地方就係背蓋呢一度咧就會多住一啲嘅圖案。死啦，我又唔係好睇得出係有冇啲咩意思啊。
如果有觀眾知道嘅話咧，請指教。咁比上一代咧，咁啊直接係 Bose 嘅品牌名喺呢度咧，咁就係呢個唔同啊。另外呢度有嗰個型號名啦，支援 2A。另外背蓋呢一度咧，同樣有個弧度嘅設計，咁揸上手咁如你咧係有手位。不過老實講啊，其實你將呢部 Page 咧，到時開咗機之後轉翻個角度，變翻咁樣嘅話咧，其實佢就係 Lift 3啦。所以外觀上咧同 Lift 2有個比對，俾大家咧有個概念啊。介紹埋咧今次 Page 嘅專屬磁吸套，又係黑色啊，即係 Mini C 同 Page 都有黑色。轉下色啦，文石有啲悶啊。同埋太沉色啦，如果 fresh 啲就好啦。同樣啦，磁吸啦 ，Smart Cover 啦，又係標榜超薄超輕啦。咁睇睇實物啦。好，黑色嘅外表啊，右下角呢度咧就有凸起咗 Bose 嘅品牌喺呢個位置。同樣面頭咧係有一塊夾板，你會感受到嘅。背部乜都冇，咁摸落去咧應該都係 PU 人造皮啊，咁基本上都係嘅啦。好，咁打開個保護面攞走有翻啲新鮮感喎，係橙色摸落去咧係絕手絨面嘅質地咁你見到咧右邊開過呢個位置咧，咁有兩個凹位，就係預嗰兩粒嘅實體件咧嵌喺呢個位置嘅即係話如果你將部 Lift 2咧咁樣擺，咁樣閂埋咧係得嘅，啱啱好嘅。不過 Lift 2本身咧就冇磁力啦，背蓋咁，所以就唔 OK 啦用翻 Page 都係。好嗱，將部 Page 即係一貼落去咧就黐埋咗啦，就是如此。咁試下個磁力咯，即係每一次磁吸套我都會做。哇，基本上我都搖得幾大力啊，但係部機都好實淨喎。即係如果黐咗落去咧，你就咁褪咧，其實就都要幾用力咧先褪走但係如果係有嘢掀開撞開嘅話咧，佢裝下嗰呢個位咧冇磁石。咁咧就會比較容易掀開，咁就會容易跟住跌落嚟啦。咁樣位，但係如果你係黐實咗咁樣褪嘅話咧，左右移位或者上下移位咧就唔容易嘅。不過咧佢冇咧係 Mini C 咧有個開蝕位可以咁樣磁吸翻咧。咁如果你喺手袋嗰度真係有搖動撞擊搖動應該冇問題嘅。撞擊主要係即係如果有啲嘢撞到褪到位咧，撞一撞咁可能咧會有機會移位。但係暫時我感覺落去咧個磁力係幾實淨嘅。好，咁所以Page 嘅專屬磁吸套就係呢個啦，好低調啊！好，到清充環節，官方標示呢部 Page 咧係195克，電池咧就比 Lift 2大咗嘅。咁睇睇佢嘅重量啦。OK 喎，比官方標示嘅重量仲輕咗咧2克多少少，有驚喜。好，入埋保護套，睇下幾重咯喎，299.3克。即係呢個保護套咧，大約係106克多少少，咁以保護套嚟講咧，確實都算輕便啦嚇。好，機連套嘅重量就係咁多啦，俾大家有個概念。好，唔知大家睇完咧我頭先嘅片段之後，對 Page 嘅印象如何咧？俾大家一個小小嘅挑戰，你分唔分到咧？我而家手上嘅呢兩部機，邊一部係 Page，邊一部咧係上一代嘅 Lift 2咧？我切咗同樣嘅休眠圖。就咁睇咧，真係未必分得清。咁頭先段片咧，我就比對過 Page 同埋白色 Lift 2啦。咁喺度咧都多少少嗰個 Page 咧有獨有嘅 pattern 啦，今代而上一代 Lift 2咧係印咗 Bose 嘅品牌喺背後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咧就係咧佢哋嗰個嘅按鍵 Page 嘅按鍵咧係黑色嘅，而 Lift 2嘅按鍵咧係銀灰色嘅。咁所以兩者咧仲有呢一個嘅差別。你要分辨嘅話咧，可以從呢一個按鍵嘅顏色咧都可以劃分到嘅。如果淨係睇正面嘅話，好嗱，咁我哋咧就先進入去規格分析嘅部分。咁今次呢個規格分析表咧，仲加埋 PUC 5嘅，咁咧就囊括咗6至7寸，都係主打便攜嘅選擇。喺文石嘅開放式當中，咁亦都老規矩喺表當中咧，黃色係優勝項目，灰色咧就係略遜一籌嘅項目，俾大家咧有一個比較直觀嘅印象。嗱，從呢個列表當中咧，你會好直觀會感受到 Page 咧喺硬件上咧提升嘅位置其實都多，所以咧點解我會將 Page 咧係視作
Lift 2嘅一個升級版，我覺得佢其實直接可以叫做 Lift 3，而唔需要咧喺文石咧又開多一個新嘅名堂，好似又開多一條線出嚟，其實同 Lift 系列咧係一脈相承，即係呢個係我有啲奇怪嘅位置，直接叫 Lift 3一個升級版，亦都俾用家可以清楚知道就係7寸呢條線，唔係一件好事咩？咁喺硬件上咧會見到 Page 咧有幾個明顯嘅升級嘅，第一就係咧佢嗰個處理器咧係由高通上一代入門嘅 QCM2290咧就升級到咧係文石暫時閱讀器當中咧最 top 嘅高通662。其實我有啲期待咧，唔知文石幾時先能夠喺處理器上咧繼續用高通可以有進一步嘅升級，可能去到7系啊8系我就唔好建議啦，因為8系咧係追求效能咧嗰個發熱同埋嗰個功耗咧都比較強。咁如果可以升到7系咧，屬於高通中階嘅 CPU 咧，我諗喺嗰個效能上都已經有幾大嘅提升，唔知來年有冇機會見到。係啦，另外第二個咧都比較重要嘅升級咧就係佢嘅 RAM 由2GB 升到3GB。好坦白講，7寸嘅閱讀器咧，你好難咧用太多好講求效能嘅 app 嘅。但係如果你係裝啲筆記 app、裝啲瀏覽器，再打啲簡單嘅 game 咧，其實佢係勝任嘅。咁多1GB RAM 咧，喺嗰個運作上又真係會有一個嘅升級嘅，亦都讓到咧開放式呢方面咧叫做更加實用，喺唔同嘅方面上係流暢啲嘅。另外亦都有好重要一點就係，連 MiBook 咧亦都喺今年推出 M6、M7 咧都已經用3GB RAM。咁文石作為係領先者嘅話咧，亦都冇理由咧係被比下去。我諗升級做3GB RAM 咧，亦都算係大勢所趨。因為 RAM 嘅優勢咧，主要係體現喺咧多工切換同埋嗰個載入呢啲方面，咁你就會咧感受到就係順暢啲啦。咁啊，所以呢一點咧，我覺得都係好嘅。咁效能強咗，運作順暢咗，喺處理器同埋 RAM 呢兩方面。嗱，咁 Page 同埋 Lift 2咧屏幕上係一樣嘅，都係用緊咧 E-Ncarta 1200。嗱，咁 Lift 2呢個係無蓋版啦，呢一個咧係有蓋版嘅。咁基本上你見到咧呢兩部咧係一樣嘅喺嗰個屏幕上。咁 E-Ncarta 1200咧喺顯示上係真係有優勢啲嘅，真係清晰啲。翻頁呢啲咧亦都咧係會表現得好啲嘅，叫做保持啦嚇。咁另外 Page 咧，佢嘅電咧係大咗嘅，就由咧係上一代嘅2000毫安咧升級到2300毫安。不過呢一點咧，好坦白講啦，喺我呢一期用 Page 嘅過程當中咧，我覺得其實又唔會帶嚟好大嘅不同，佢唔會咧有一個咧好強嘅提升。不過喺數字上佢係大咗，但係因為咧處理器亦都效能強咗，咁耗電亦都會咧係大咗。一加一減，一進一出，其實分別不大。唯一一樣咧，比起上一代 Lift 2咧 ，Page 叫做係輸咗嘅。就係個重量啦，佢今代重咗咁實測過啦，193g 左右咧，其實用落去我覺得未至於話好大差距。特別如果你係同上一代嘅黑色比，如果同白色比咧，咁就真係會感受到白色係輕啲嘅。同埋好坦白講啊，我好中意白色呢一部咧 Lift 2嘅設計，所以咧其實呢個係我之前用得最多嘅型號嚟。如果 Page 咧都會出白色版就好啦，唔知未來會唔會有多一個顏色嘅選擇啊？既然模具都已經生產過嘛，係咪？咁其餘嘅參數咧，咁 Page 同 Lift 2咧基本上就一樣嘅，咁所以咧主要嘅提升咧就係喺嗰個處理器同埋個 RAM 上面，其餘就分別不大。好，差啲唔記得講啊。咁另外咧 Page 咧佢有一個嘅升級就係佢多咗呢個磁吸套啦，套落去咁即刻咧就用得。咁呢個咧 Lift 2就冇嘅。對中意使用保護套嘅人嚟講咧，咁確實有佢嘅便利。你見到有個 Smart Cover 嘅效果，質量嚟講咧呢個磁吸套咧都算係幾唔錯嘅，我自己覺得。不過咧，由於我自己本身係中意攞機使用啦，咁再用內膽包出街嘅時候，但係加咗呢個攞出街亦都唔算話麻煩，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都方便咗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去考慮上一代嘅時候咧，你亦都會關注係保護套嘅使用上嘅方便與否嘅話咧，咁可能呢一點咧都值得留意一下。好啊，關於咧 Page 同埋 POCO5 嘅規格分析咧，咁呢個咧就會有再明顯少少嘅差距嘅。先唔講尺寸啦嚇，咁繼續係處理器同埋 RAM 上面咧 Page 嘅嗰個升級啦，咁同 Lift 2咧嗰個差距一樣嘅，因為 POCO5 咧喺呢兩方面咧同 Lift 2係一樣。咁屏幕上咧 POCO5 咧係略遜一籌嘅，因為佢唔係用 E-Ncarta 1200，咁所以咧喺嗰個顯示嘅通透同埋清晰度上咧 Page 係會有優勢啲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非常非常大一個兩級嘅差距咧？又未至於。另外要特別一提就係咧 POCO5 咧佢係冇揚聲器，亦都冇 G Sensor，呢個就好睇你咧嗰個使用場景啊。例如可能我中意聽有聲書，我又唔中意插耳機，可以直接咧播放
放咧就會方便好多嘅。咁 Page 同埋 Lift 2都有，咁 Port 5咧就一定咧你要接駁耳機，即係包括係藍牙耳機或者係插 Type C 頭嘅耳機咧，你先能夠聽到聲。而自動轉向咧就好睇你有冇呢個方面嘅需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多用，因為咧佢咁多代嚟講咧，文石嘅嗰啲機配置咗 G Sensor 咧都太過靈敏啦，好多時候咧你喐一喐咧佢就會轉咗其他方向咧，咁幾影響我使用嗰個嘅體驗嘅。所以咧有需要嘅時候就錦上添花啦，係好事嚟嘅。但係冇亦都無傷大雅，亦都可以照用啊。咁當然啦，佢細部啲，佢輕一截嘅。咁啊兩者咧呢兩部咧有30幾 gram 嘅差距咧都唔少嘅，即係你稱上手咧你會好感受到嘅。啊兩者都有磁吸套咧都方便，咁所以呢一度咧都先有一個概念。好啦，咁就住咧 Page 同埋 Lift 2咧，咁佢哋都有實體件啦。咁呢度咧都特別講講，咁 Page 咧係相反咗噶嘛。咁其實咧佢哋都有個設置咧，我覺得幾欣賞就係，如果你開咗本書你去睇嘅時候，咁你咧將佢咧左右倒轉嘅時候咧，其實個實體件嘅翻上一頁同埋翻下一頁咧，佢都會係調轉嘅。例如而家咧我兩部機都開咗一本嘅小說，咁你見到而家咧上件咧係上一頁，下件下一頁。因為咧呢兩本咧開咗都係直排噶嘛，咁如果咧我而家係調轉，咁你見到咧原本咧係上一頁嘅上件咧，而家變咗下方啊嘛，佢亦都會變咗下件嘅。即係呢一度咧，如果你係將個握手位左右相反嘅話咧，其實佢個實體件嘅嗰個使用咧，亦都會相應咧係自動轉換嘅。咁呢一點我覺得係非常好嘅。有啲人咧中意直排去睇，跟住咧係將佢橫向隻手係咁樣握持去睇嘅，跟住攞個支架立住啦，或者咁樣嘅話咧。我就發現咧 Page 咧佢呢一個將 Lift 2倒轉嘅設計咧，響咁樣去應用上咧有好處喎。例如而家你見到兩部咧都咁樣轉咗之後，會出現咩問題咧？原本應該咧係按翻呢個直排咁向右翻啊嘛，咁應該呢粒掣咧係去下一頁嘅，但係你見到佢係去上一頁嘅。咁原本呢一個咧翻呢邊咧係應該上一頁噶嘛，咁呢一個咧先至係下一頁。咁就同以前嘅中文書直排由左到右嘅嗰個閱讀習慣咧，撳掣呢度係相反咗嘅。佢可以喺其他設置呢度咧係有一個叫做 RTL 翻頁嘅設置，咁樣可以符合翻直排翻頁習慣，可以咁樣滑動去下一頁。但係撳掣呢一度咧係上一頁嘅。但係如果係 Page 嘅話咧，當你用個 G Sensor 咁咧轉咗咁樣橫向嘅時候咧，呢一粒咧佢就會自然地咧就係下一頁噶啦。呢個係上一頁。係啦，符合翻你嗰個中文直排嗰個由左到右嘅翻頁，唔需要你另外再調整啲乜嘢。呢個就會係我咧去發現咧 Page 今次將呢一個 Lift 2嘅設計咁樣，好似都其實純粹係調轉咗嘅設計咧。我發現到嘅唯一好處，Lift 2就唔得嘅。不過呢一點其實都比較係minor 啲嘅，但係都俾大家知一知有啲咁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去到最尾咧，咁都可以講講啦。咁點揀啊？如果我想要6至7寸開放式嘅閱讀器，咁首先前提係，如果你嘅選擇咧係揀咗文石，而你就係從呢3部入邊咧去做選擇嘅話咧，先去揀 Page 同埋 Lift 2嘅話咧。咁就好簡單嘅啫，除非你必定要白色，咁你先至去考量 Lift 2。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揀 Page 啦。因為 Page 咧喺嗰個效能上、硬件上，咁真係有提升嘅，又係同樣嘅模具，只係稍重少少，但係嗰個重量都屬於係可接受嘅輕啊。可能比起他牌嘅6寸咧，可能就係差唔多呢個重量。咁所以咧，佢都屬於係輕巧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會建議你唔好考慮 Lift 2啦，因為 Lift 2咧都即將停產嘅啦。而 Page 咧就會成為7寸嘅代表型號，期待佢之後會出白色咯。呢個係我寄願嘅。咁如果你係去考慮Page 同埋 Port 5嘅話咧，咁就好睇你對嗰個輕巧追求有去到幾極致。因為咧喺我嘅角度嚟睇咧，大1寸同埋有實體件咧，對嗰個閱讀體驗嘅提升咧，其實真係明顯嘅。更加唔好講佢用得再爽快啲啦，喺處理器同埋 RAM 嘅升級。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我想擺落口袋或者擺落嗰啲包包嗰度咧，細細部咁樣，咁 Port 5嘅輕巧咧，又真係比起7寸嘅 Page 咧，又勝一籌嘅。咁所以呢個位置上咧，就真係好睇你咧對嗰個便攜嘅追求有幾大。如果你對閱讀嘅體驗咧，亦都係有追求嘅話咧，可能 Page 會更加讓到你滿意。係啦，因為其實我之前唔中意6寸咧，因為咧佢個 mon 我睇小説成日咧要撳啊，因為咧一版顯示嘅文字量咧係比較少啊嘛，咁我撳翻頁嘅嗰個次數就會變相多咗，咁我就唔中意嗰種咧棘棘地會打斷我閱讀嘅嗰個專注嘅狀態。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
希望都透過呢一段片啦，能夠讓到你咧可以對呢一部文石嘅新機 Page 咧有一個比較具體嘅認識，包括埋佢嘅配件啊，以及咧係同上一代嘅一啲比較同埋優缺點嘅評講，希望係對你咧係有幫助，可以咧係從而了解到 Page 係咪適合你嘅閱讀器。因為我成日都講閱讀器好正，閱讀器好好，但係咧每個人嘅需求都唔同，了解到自己嘅需要好緊要。我咧就會盡力去提供咧相關嘅資訊同埋分析俾你哋，希望可以俾到你哋咧有一個嘅參考。但係最了解到你嘅需要嘅話，始終都係你自己。所以咧喺呢個位置都希望我嘅影片能夠幫到你。咁今日咧就住呢部 Page 嘅內容咧就大約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咧就住呢一部機你有任何嘅問題發問嘅話咧，歡迎咧留言嗰度咧去同我講，答到嘅會盡力答你。另外由於咧 YouTube 嘅演算法咧越嚟越嚴苛，所以如果你覺得呢一段片係對你有幫助嘅話，希望你咧可以係讚個好，讓到咧更加多人咧係睇到我嘅影片。另外亦都誠邀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啦。咁咧之後我一有新片你就能夠第一時間咧係睇到。另外咧我本身咧係有收集中文嘅雅筆書法，有經營一個咧係線上嘅自修課程。如果你咧係有興趣去收集嘅話咧，咁只要成為我 Buy Me a Coffee 嘅月費會員，就能夠取得觀影權限同埋我嘅批改。入邊咧會包括大約2小時嘅教學影片同埋咧係雜誌材料嘅。另外如果你或者你嘅親友咧係人在英國，需要咧係購買閱讀器同埋相關配件嘅話，歡迎嚟我經營嘅網店 eReader Pro 嗰度咧去睇一睇。近期咧啱啱上架咗咧 iRead 嘅 Gaze Note Plus CC 同埋 Gaze Mini 嚟睇一睇啦。好嗱，以上所有嘅內容咧，我都會喺 description 嗰度咧係列出嘅。好，今日嘅影片咧就到呢一度啦。我係職塵，下條片見，拜拜。